大家認為一把優秀的步槍應該是什麼樣子？是換彈絲滑、溫柔老狗，還是射速驚人，1秒13發？在台灣就有這樣一款步槍，射速快、開火穩、適應能力強的不像話，可在零下40度環境中作戰，丟進水中依舊流暢激發，讓曾參與 HK416 突擊步槍開發的前3角洲部隊成員拉利·維克斯直呼牛逼。他就是被稱為亞洲神槍的台灣自研戰鬥步槍 T91。今天我將帶大家來好好品鑑一下這把台灣之光，看看它到底是什麼來頭，又憑什麼能在神級步槍滿天飛的美國硬生生打出一片廣闊市場。T91 步槍為什麼被稱為神槍？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先回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全球正掀起步槍小口進化的浪潮，國軍仿制美軍 M14的5.7式步槍在這股浪潮中顯得格格不入。由於當時美軍已全面換裝 M16，聯勤第205兵工廠便肩負起了研制新式 5.56 毫米步槍的重任。在研发初期，工程師們敏銳地發現 M16 氣吹式導氣管在濕熱多雨的環境下存在大量隱患，槍管一過濕就卡殼，士兵人都傻眼了。於是205廠決定採取外形借鑑 M16 人體工學、核心傳動、吸收美制 AR18 步槍短衝程活塞的這種方案。這一技術路線的產物便是1976年定型的 T65 突擊步槍。然而 T65 也不乾淨，其護木散热不良，隔熱片容易燙手，這些故障一度讓 T65 獲封卡彈王的美譽。為了挽回聲譽並滿足現代化市場需要，205廠後續推出了改進型 T65K1 以及最為經典的 T65K2。T65K2 修正了槍機與導氣系統的容錯率，引入了炮殼偏轉器，改善了護木隔熱設計，並改用提把內置罩門，匹配了3發點放機構。T65K2 憑借優異的彈道表現與大幅提升的穩定性，成為了軍隊數十年間的絕對主力，成功洗刷了早期型的惡名。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末期，全球輕武器戰術思想發生了劇烈變革 ，CQB 以及特種作戰的興起，使得全長超過100厘米的 T65K2 步槍在狹窄空間內顯得無比笨重。CQB 講究的是1寸短1寸強 ，T65K2 誇張的長度讓人誤以為這是一把長矛。205廠便在 T65K2 的基礎上展開了短槍管化探索，研制出 T86 戰鬥步槍。T86 在成功驗證了短槍管活塞步槍的技術可行性，而這也為 T91 的橫空出世埋下伏筆。2002年，替換老舊 T65 系列，全面升級軍警單兵裝備的計劃被正式提上日程。新一代步槍被命名為 T91 戰鬥步槍。205廠成立了由王惠波少校等多位資深士官長組成的攻堅團隊。由於研發周期緊迫，早期制作的樣槍在部分關鍵的微調上並未經充分的驗證。在軍方首日的戰次考核中，樣槍在連試測試中出現了頻繁的進彈故障與炮殼異常，戰績成績難看得沒臉見人。就在各方質疑下，205廠研發團隊頂住巨大壓力，連夜對樣槍進行了全方位的調整。他們重新校正了導氣孔的打孔角度，微調了槍機附近簧的剛度係數，並優化了彈匣供彈口的導向角，最終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整改。在隨後的國際輕武器測試中 ，T91 大顯神威。軍方隨即抽調了10把剛下生產線的 T91 樣槍，在監督人員的注視下，將這10把槍完全分解成零碎的零部件。隨後，所有零部件全部無差別打亂。測試人員又從箱子中隨機撈取零件，重新組裝出10把混血 T91 步槍。軍方從這10把重新組裝的步槍中隨機抽取2把推上靶場，直接進行1萬發子彈的耐久度測試。測試結果震驚了在場的所有軍事專家。在前6000發的連續高速射擊中，2把步槍實現了零故障、零卡彈的驚人紀錄。當打滿整整1萬發子彈後，槍機組與活塞系統依然完好無損，槍管的接彈面精度居然完全符合軍規級戰術指標。但這還沒完，步槍隨後被放入零下40攝氏度的極寒環境，隨後立即取出進行全自動射擊，緊接着又被送入4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高濕艙進行暴曬與烘烤，槍械結構未發生任何材質脆化或卡死現象。經過這場地獄般的洗禮 ，T91 以無可爭議的滿分答卷通過了所有戰次項目，並於2002年正式定型並量產。為什麼 T91 能在極限測試中表現出如此彪悍的性能？這就不得不提到205廠的工程師們在 T91 上埋下的無數細節。傳統的 T65 步槍在野外大拆解時，包含着大量零散的小螺絲、彈簧與銷釘，總計多達25個獨立零件。士兵在野外保養時極易丟失這些小零件，導致整把步槍癱瘓。T91 在設計上實現了徹底的模塊化突破，將全槍結構高度歸納提煉為4大核心組件：上機匣總成、下機匣總成、槍機組件、傳動機構總成。高度模塊化的設計使得普通士兵無需任何複雜工具，僅憑一枚子彈彈尖推開機匣固定銷，就能在數秒鐘內將槍體分解完畢，大大提升了野外維護與緊急故障排除的效率。此外 ，T91 的核心心臟採用了其獨樹一幟的短冲程活塞傳動系統。
與 M16 直接將廢氣吹入槍機的氣吹式不同，T91在槍管上方設置了一個獨立的導氣座，當子彈擊發，彈頭經過槍管導氣孔時，高壓火藥燃氣推動活塞頭向後推，頂活塞連桿，連桿短速的撞擊槍機框，給予槍機一個向後的衝量，隨後活塞在獨立負緊滑動作用下迅速歸位，而槍機框則靠慣性繼續向後完成解鎖、抽殼與壓滿擊錘的動作。這一設計的最大好處在於火藥廢氣被完全隔離在槍管上方的活塞筒內，槍機內部始終保持清潔與低溫度，從根本上杜絕了氣吹式步槍積碳卡彈的噩夢。另一個亮點則絕對繞不開 T91準星座與一節瞄準。T91的準星座下方集成了可翻轉的穿氣子發光管，在黑暗環境下，士兵翻出發光點，即可快速與後方的罩門形成3點一線，具備極強的突發夜戰能力。仰角調節螺釘共分23響，對應230米戰術零點，調校精準度極高。另外 ，T91配到的30發鋁合金彈匣側面開有標示着2、5、10、15等數字的透明檢查孔，士兵在激烈交火的間隙，只需餘光一掃彈匣側面，就能對剩余彈量做到心中有數，避免了憑感覺猜彈藥的戰術尷尬。有了這些細節準備 ，T91也由此開啟了屬於它的傳奇時代。一把優秀的戰鬥步槍離不開與其匹配的彈藥系統。T91在設計之初便緊密圍繞着標準 5.56 乘45毫米 NATO 口徑彈藥以及自研的高性能彈種展開了深入的彈道匹配。除了能順暢發射常見的 M193 軟鉛芯彈， T91最強力的戰術搭檔莫過於205廠研制的 TC75.56 毫米穿甲彈。TC74 穿甲彈內部採用了高硬度的淬火硬化鋼芯結構。當 T91將 TC74 子彈發射出去時，彈頭在高速旋轉下，足以獲得極高的陀螺穩定性和巨大的動能。根據軍方的終點彈道學測試數據，在300米射程上 ，T91發射 TC47 子彈能輕鬆貫穿標準的軍用凱夫拉防彈鋼盔以及厚達3.5毫米的軍制鋼板。到了600米的有限射程上，彈頭依然保持着相當可觀的残餘動能，能夠穩定擊穿重型防彈鋼盔與防彈衣，表現出了出色的中遠距離貫穿力與戰場殺傷效能。為了賦予單兵強大的面殺傷與破爆能力，205廠在研發 T91的同時，還為其量身打造了 T8540毫米槍掛榴彈發射器。與美軍 M203 榴彈發射器繁瑣的安裝過程不同， T85採用了快拆式結構，士兵無需拆卸 T91的梯形護木，只需將 T85的前後固定環鎖緊在定位槽上即可完成組裝。其下拋式的裝填結構能夠接容包括高爆彈、雙用途高爆彈在內的各類標準40毫米榴彈。更誇張的是，裝掛 T85後的 T91步槍整體重心依然保持在彈匣頸附近，並不會出現頭重腳輕的現象，使單兵在面對敌方陣地或輕型裝甲目標時，具備了點面結合的立體打擊能力。如果 T91的故事僅僅停留在軍警裝備層面，那麼它或許只是一把在特定區域服役的優秀步槍。T91接下來的操作，直接讓它從台灣之光變成亞洲之光。當時的美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玩家眼光也最為挑剔的民用槍械市場。在這片土地上，基於 M16、AR15 體系的各類民用步槍早已鋪天蓋地。然而，北美槍迷們在長期使用傳統氣吹式 AR15 的過程中，飽受槍機發熱以及頻繁加潤滑油的折磨，有時候步槍開半天，槍機燙的能直接做飯。許多槍迷渴望擁有一把採用短衝程活塞系統的不卡彈步槍，但當時北美市場上的活塞式 AR 上機匣價格高得離譜，僅僅一個 HK 的 M2556 上機匣售價就高達2000至3000美元。讓人一度懷疑這槍是金子做的，普通槍迷根本負擔不起。看到這一巨大市場空白後，著名彈藥進口商狼牌彈药敏銳地将目光投向了台灣的205兵工廠，其直接與205廠聯手，只出口 T91的短冲程活塞上機匣總成，並將其命名為沃爾夫 A1。也就是說，北美槍迷只需要花很少的錢買一個沃爾夫 A1上的機匣，就可以直接插在自己現有的 AR15 下机匣上，瞬間将自己的气吹式 AR15 升級為一把硬核的短冲程活塞步槍。2017年前後，沃爾夫 A1 上机匣正式在北美開售，上市即掀起狂潮，一天狂賣上千份，當天便售罄。沃爾夫 A1 完全繼承了 T91軍規級的純正血統，原廠標準的短冲程活塞系統與斜後方排氣孔、冷斷強化的優質槍管、原汁原味的梯形隔熱護木與戰術提把。而最讓北美槍迷尖叫的是它的售價，在 HK416 上機匣賣到近3000美元的時代，沃爾夫 A1 上機匣的初上市價格竟然只要400至500美元左右。這種以1/3甚至1/5的價格提供同等甚至超越德國高端活塞步槍可靠性的產品，直接在北美槍迷圈和 YouTube 槍械自媒體領域引發了一場大地震。在狂熱的追捧浪潮中，我們不得不提到一位全球輕武器界的重量級人物，前三角洲特種部队退役老兵、著名槍械教父拉利·威克斯。他曾親自对沃尔夫 A1 上机匣进行了深度測評。
拉里·維克斯絕非普通槍迷，他曾親自參與過美軍 HK-416突擊步槍的早期研發與戰術提出，對短衝程活塞步槍的機械結構要求嚴苛。在進行了大量的快速連射、戰術打板、壓槍測試與極限精度測試後，拉里·維克斯在鏡頭前毫不吝嗇地表示，沃爾夫1的射擊質感極其驚豔，他的後坐力脈衝被處理得非常平順柔和，連續射擊時的槍口上揚微乎其微，活塞系統運行非常順暢，幹練且毫無遲滯。以性價比來說，這絕對是目前你在美國民用市場上能買到的最高性價比活塞上機匣。維克斯甚至在測評結束後表示，他已經將一把搭配沃爾夫 A1 上機匣的步槍直接收錄進了他個人的私藏槍庫之中。大佬的背書讓沃爾夫 A1 聲名大噪，無數北美槍迷在 YouTube 上發布了他們對沃爾夫 A1 的虐待性測試視頻，有人將其埋入沙土，有人連續射擊數千發不清洗，沃爾夫 A1 全部以完美的表現通關，亞洲神槍成了 T91 名副其實的美譽。從2002年定型至今， T91 步槍已經在守衛崗位上服役了20多個春秋。除了全面裝備軍隊、陸軍、海軍陸戰隊等部隊之外， T91 還憑借着卓越的性能與性價比，成功出口並裝備了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軍警部隊，比如約旦皇家衛隊、海地、斯威士蘭等，成了台灣輕武器工業走向世界的一張閃亮名片。然而，軍事科技的發展永無止境，隨着模塊化戰術配件在現代戰場上的普及，傳統固定罩門與戰術提靶設計開始顯現出時代局限性。為了適應未來戰場的全軌道戰術需求，205兵工廠在 T91 的基礎上吸收了大量來自特種部隊的實戰反饋與沃爾夫 A1 的民用改裝經驗，正式推出了新一代的 T112 通用戰鬥步槍。T112 步槍在繼承 T91 成熟的短衝程活塞系統的同時，還做出了不少升級。其去掉了傳統提靶，實現了紅點鏡與倍濾鏡的無縫串聯安裝，護木升級為鋁合金 MLOK 結構，擴展戰術配件更加輕便牢固，採用雙邊可操作機構，快慢機柄、彈匣釋放鈕以及槍機釋放按鈕均做出了左右雙邊對称設計，使得左撇子射手或在掩體後切換换手射擊時更加順手。從 T65 的艱難起步到 T91 的經驗逆襲，再到 T112 的全面戰術現代化，這一系列步槍的演進史不僅是一部輕武器工程學的進化史，更是台灣工業製造與材料科學不斷超越自我的生動縮影。回到視頻的開頭，在槍械工業百花齊放的今天，什麼樣的武器才稱得上是一把優秀的戰鬥步槍？ T91 證明，武器並非越複雜越昂貴的設計越好，真正的戰場是泥濘的戰壕、漫天的風沙、零下幾十度的極寒，是那种極端環境下能夠保住士兵性命，让他戰勝強敵的，就是最好的武器。T91 戰鬥步槍那斜後方30度的排氣孔、自潤滑的鎳硼鍍層、1萬發零件互換重組測試以及5500發無油射擊記錄，就是最好的答案。好了，大家認為 T112 能否接棒 T91 的榮光呢？台灣又還有哪些可成為亞洲之光的武器？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我們下期視頻再見。